从李光耀新航事件看香港医护罢工。今天我们要从李光耀处理新加坡新航的事件的手法来看，如果李光耀还在世的话，他会不会支持香港医护罢工呢？我觉得一定会支持，但是李光耀会用尽一切办法来对付这一班损害香港的人。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来小马识途，不是老马糊涂的节目啊。第一次看我视频的朋友，麻烦按订阅旁边的小铃铛。旧朋友的话，记得按赞和把这部影片分享给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首先，医管局员工阵线主席余慧明说，支持香港医护罢工是为了让香港有未来。在前几天他们更是举办了特别会员大会。在3123票的支持下，工会正式通过在2月3日到2月7日进行2个阶段的罢工行动。而余慧明更强调，工会并不希望进行罢工，只是迫于无奈的，他们别无他法。小马想问，真的是没有其他办法了吗？人家都说医者父母心，现在你们在那么危害的关头竟然抛下你们病人不管，这是你们的专业操守吗？你们的良心都到哪里去了？面对这些不负责任的医护人员，我们来看下李光耀老先生当年是怎么用65分钟来处理新加坡新航公司的机师大罢工事件。时间回到1980年的冬天，新加坡航空公司发生了一场机师大罢工的事件，当时的总统李光耀用了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就平定了风波。到底他是怎么办到的呢？他说那时我并不是坐在电视机前看新闻，而是跟他们面对面见面，只有5尺桌面的距离。我要让他们看到我有多强硬。我给你们2条路选，一是立即停止威胁的行为，因为你们的所作所为会搞垮新航，让服务停止，更会玷污新航的声誉，甚至白白让几百万的广告和销售在短短2个星期里面毁于一旦。如果你们继续下去，我必定穷尽一切的办法来教训你们，也会发动全民给你毕生难忘的教训，而我绝对可以回到起点，让新航从头再来。第2条路就是马上停止罢工，回去工作，整顿纪律，我们再来谈澄清。结果他们只花了短短65分钟的考虑时间，就决定好吧，我们这样抗争下去不值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赢不了，因为他们知道李光耀随时可以让新航停飞，换掉整班机师，重整新航。所以大家请搞清楚，不论谁治理新加坡，都必须要有钢铁般的意志，否则还是放弃算了吧。这不是玩把纸牌，这关乎你我的生命。我付出毕生的心血建筑了新加坡，只要我一天还掌政，任何人休来把它搞垮。李老留下这一句至理名言，要有钢铁般的意志。但是可恨我们在香港政府里面没有看到那一个有钢铁意志的人。领袖是要带领人民向前，而不是要天天道歉、跪低，甚至哭哭啼啼的。天佑香港，祝愿早日有那一位钢铁侠的出现。另外，小马很庆幸，不是所有的医护人员都是黑户。香港护士总会在2月2日发起了联署的行动，呼吁在职的医护人员谨守岗位，不要参与罢工，又呼吁已经退休或离职的医护人员，在有需要时为防疫情献出你的那一份力量。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医护人员像钟南山老先生所说的那样，选择医学
可能是偶然，但你一旦选择了，请用一生的忠诚和热情去对待它。但是现在阶段，小马看来，包括投票的3000人，另外还有4000人联署承诺参与接下来的罢工行动，他们占了整个医管局全体员工的8%，说不多不多，但是其实也不少。所以小马真心希望在未来的几天，他们能够重新上岗，不为谁，只为病患，因为你要知道病患是无辜的。再来，我们来聊封关。而据说罢工的原因是临阵不封关，封关真的有那么重要吗？而现在全球和香港的关口管控措施又是如何呢？1月30日，世卫组织总干事谭赛德宣布全球进入卫生紧急状态。他还强调，这项宣布并不是对中国的不信任，而是担心疫情在一些卫生条件不佳的国家扩散。他们对中国政府应对疫情的努力和及时反应是表示赞赏的。而这次世界卫生组织也对中国所有国家和全世界提出了一个重要建议。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已经有证据显示，限制人员和货物的流动不一定有防止疫情的效果，而且会分散干预疫情的各方资源。另外，在限制人员、货物流动方面，也可能会干扰必要的援助和技术援助，甚至会影响各行各业，对受影响的国家造成经济上的负面影响。而这也是为什么林郑到今天还不肯封关的理由。但是媒体就从来没有报道，黄时报图也不曾去理解，只会说一定要封关。更何况呢，香港现在已经实行了严厉的管控措施，包括取消自由行签证、大幅缩减交通服务、暂停了西九龙高铁站、限制湖北人士入境等等的措施。更有数据显示现在通关人士70%都是香港人自己，然后在大陆也有好几十万的香港人在工作。如果完全封关，其实对他们来说会有非常大的不便。所以综合以上几点，小马不认为封关应该成为香港的选择，反而会引起社会的恐慌，这不会给香港带来任何的好处。我们顺道来看一下李光耀之子李显龙是怎么说的吧。果然是虎父无犬子。新加坡总理李显龙2月1日在春节的活动上就强调，新型的冠状病毒疫情是一个公共卫生的突发事件，不是国与国之间的问题，更不是一个种族的问题。如果只因为是华人就被认为是带有病毒，是愚昧并且不合逻辑的。我们必须镇定地思考事实，合逻辑地了解事情，辨清谬误。李显龙认为，网民抵制中国人是错误的心态和不好的做法，只会造成我们自己更惶恐，没有帮到解决问题。中国现在正在倾尽全力控制疫情的扩散，我们有信心中国与世界各国能够一起克服这一场挑战。小马觉得李显龙说得好。至于要选择罢工的医护人员，说也说过了，劝也劝过了。如果你们还是选择罢工的话，那么这便是你的自由。但是请你们记住这句话，选择医学可能是偶然的，但一旦选择了，请用一生的忠诚和热情去对待它。这是83岁的钟南山在劝喻大家不要前往武汉后，毅然动身前往医护第一线，投身抗疫工作的斗士说过的话，与大家共勉。好，今天的视频就暂时说到这里。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下期见，拜拜。